在这个1块钱能买50个鸡蛋的年代，我却将价值1000块的工作送给了女友，而我则替她去了北大荒。没想到我刚刚下乡，女友转身就嫁给了高干子弟。得知消息的我备受打击，常常借酒消愁。直到有一次喝醉意外碰倒了煤油灯，闯下大祸。呀，着火了！剧情点烧起来了，大家快灭火！就在这时，和我一同下乡的杨咩咩发现我没从火场出来，第一时间就冲了进去。潇洒，坚持住，我带你出去。危机关头，她拼全身力气将我抛到屋外，而她自己永远留在了火光四灭的屋子里。当我清醒时，姐姐的闺蜜已经没有了呼吸，她的离开让我后悔不已。为了麻痹自己，我发愤图强，考上了警校，凭着敢打敢拼，一路升职，最终成了京海市公安局局长。然而我却一辈子都没结过婚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他。没想到老天竟给了我一次重活的机会，竟让我重生回到了1975年。这不是绿茶狐狸精吧？潇洒，你答应过要把招工名额让给我的，男同志说话可要说到做到。招工名额老子上一时将工作让给了你，结果你转身就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和你心连心，你却跟我玩脑筋，我呸，渣女！潇洒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你也知道我家里弟弟妹妹多，经常吃不饱饭，这次让我下乡插队，我要是走了，我那些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啊？前世王潇洒就是看着可怜巴巴的狐狸精心软了，再加上狐狸精答应他等他插队回来后就结婚，所以便将工作名额让给了他。谁料这一切都是狐狸精的谎言。你别说，这油条真香，你能不能再去买几根？我爸妈还没吃早饭呢。王潇洒，你一个男同志能不能痛快点？我跟你说前门楼子，你说胯骨肘子，招工名额你到底给不给我？哼！你看又急，给你也不是不行，但在我下乡插队之前，我想得到你啊！你大白天的说什么流氓话呢？难怪周边街坊都说王潇洒是个街溜子，我才不会嫁给这种男人呢。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你不会是想用一根油条就把我的招工名额换走吧？天底下哪有这好的事情？狐狸精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潇洒，他此刻感觉王潇洒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明明以前只要撒2句娇，潇洒保管乖乖就范的。哼，潇洒，你就让给我吗？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？潇洒哥哥求你了。我还是那个要求，你同意的话，现在跟我去后山，不然免谈。显然，这直接触及到狐狸精的底线，她压根就没打算嫁给王潇洒。真要给了他身子，那以后还怎么嫁人？王潇洒，你可是答应我的，怎么能反悔呢？等你插队回来，对，等你回来我就给你。哎呦喂，在这拿我当笑嘴吊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妈给你找了个领导家的儿子，可是人家嫌弃你没工作，等我把招工名额给了你，你回头就得嫁给别人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潇洒，你是不是听到谁在嚼舌根子了？肯定是有人妒忌咱俩处对象，想要拆散咱们，你知道的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。闭上你这张臭嘴，还拿我当半锤捏！我告诉你狐狸精，从今往后遇见我有多远给我爬多远，再让我看见你这张臭脸，我给你画烂！王潇洒，你混蛋啊！潇洒，我看你爸妈正在里院里发火呢，你还是赶紧出去吧，省得回头又打你。没事，秀娟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人从小皮实，挨揍挨惯了，没事让老两口松松筋骨挺好的。你这皮猴子，一天天的就会瞎贫，也就剩个嘴皮子了。秀娟姐，你这话说的没毛病，我这人就是嘴上功夫厉害，吃过的都说好。混小子没个正形，连我你都敢调戏。哼，小兔崽子，你还敢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？那狐狸精就是骗你的，你还傻着脸往上赶，那可是二爷好不容易给你弄来的招工名额，你竟然给了别人。爸，我来帮你打他。见父亲这次是真的生气了，王美丽抢先一步朝着弟弟身上打去。看我不打死你，你个傻弟弟，快喊疼啊！王美丽根本没有真打，从小到大她早打出了经验，打的声音很响，却根本不算疼。以往父亲真的发怒要打潇洒时，她都会抢先把潇洒打一顿，这样王建国气也就消了大半。姐，不疼，一点都不疼，我知道，打在我身，痛在你心。肉麻死了，你真是没救了，还不赶紧向爸道歉？大，你别生气，气大伤身。其实我说把名额送人是跟你们闹着玩的。闹着玩？这是能是闹着玩的吗？你跟我说，是不是把招工名额给那个姑娘了？要是给了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你今天最少矮10公分。行了，你上这么大火干啥？三轮，你如实跟妈说，到底有没有把招工名额给人家？没有妈，我怎么可能给他？不信你们看。王潇洒从口袋里掏出了招工单拿给大家看。哼，还算你这次懂事，不然对得起你师傅吗？王国庆此时还在气头上，王潇洒被美丽搀扶着进了屋。活该挨骂了吧，让你天天不干正事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干。切，就你这样保证的话，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，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，懒得搭理你。没过一会儿，美丽便抱着几件棉衣走了出来。爸，你自行车我骑走了。姐，你是不是去找咩咩？姐，我也去。亲二叔为了霸占女友那套价值2亿的4合院，不惜用计逼他下乡。女友为了救我，最终惨死在北大荒。这一世，我带着记忆重生，绝不让这人面兽心的家伙再得逞。姐，你看我今天形象还可以吧？
王美丽很清楚王潇洒有多混蛋，可以说一撅屁股她都知道王潇洒拉什么粑粑。王潇洒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外面拍婆子，我懒得管你，但你要敢打我好朋友的主意，信不信我直接把你给咔嚓了？你看你又急眼，这么凶，将来谁敢娶你啊？正当两人拌嘴时，杨咩咩从四合院里走了出来。美丽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院里坐。这不是听说你下乡插队，那边挺冷的，我给你带几件棉衣。谢谢你，美丽，现在也只有你会想着我了。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往院里走，唯独留下摆好帅气姿势的王潇洒无人搭理。两位美女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？咳什么咳？没皮革罗嗓子呢，不想在这待一边玩去。现在看你一眼都烦。王潇洒走了过去，一把将美丽推到一边，然后直勾勾地盯着杨咩咩。上一世怎么没发现杨咩咩长得这么好看呢？身材高挑，柳腰更是隐隐一握，皮肤就更不用说了，简直就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，细腻光滑，简直美翻了好吗？上辈子是瞎眼了吗？放着杨咩咩不追，这什么狐狸精啊！咩咩姐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王潇洒同志，听你姐说你要去铁道部工作了，恭喜你啊，以后可是男子汉了呢。说完，杨咩咩便想将手抽回去，然而王潇洒却是紧紧抓着不放。谢谢咩咩同志的鼓励，你的鼓励让我如沐春风，风和日丽，绿草春爬，三生有幸，幸福一生，生龙活虎3年抱两，绝不辜负咩咩姐的信任。一旁的王美丽听得直翻白眼，直接把她的手打掉。王潇洒，你出门是不是忘了吃药？赶紧滚一边去！该说不说，咩咩姐的手真是又白又软啊，怎么二姐的手就硬得跟石头一样，真疼啊！潇洒弟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嘴巴甜得很。他甜个屁，一天天就会满嘴跑火车。你是不知道，他今天还要把招工名额。姐，当着咩咩姐的面给我留点面子。你在我这有个屁的面子，赶紧撒开去门口趴着去。王潇洒又不是狗，自然不会到门口趴着，反而是在院子里四处溜达了起来。前世王潇洒就一直想买个四合院养老，可惜后来四合院的价格蹭蹭上升，临了也没凑够买一个四合院厕所的钱。如果现在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弄套四合院住住。咩咩，我好舍不得你，听说插队挺苦的，你哪里会干那些农活啊？我也舍不得你啊，可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二叔说我留在城里没人敢用我，下乡当知青总能有口吃的。我虽然没干过农活，但是别人能干的我一样能干。杨咩咩虽然长得柔弱，却是个要强的人。当初家人被抓，多少儿女都急着和父母撇清断绝关系，只有杨咩咩坚持父亲无罪，也因此被不少人记恨着。二叔也每天给他做思想工作，劝他下乡。要不是平时美丽的接济，恐怕他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其实我走了也好，这样你也不用经常来看我了，要不然会对你产生影响的。有什么影响？我才不怕他们呢！有本事把我抓了去！这时，王潇洒正好参观完四合院，回到了王美丽身边。咩咩姐，你不能下乡当知青。我和你咩咩姐说点悄悄话，你一个大男人在这瞎听啥？姐，我是认真的，咩咩姐真不能下乡插队。可咩咩在城里根本找不到工作，她会饿死的。下乡插队好歹还能挣工分赚口粮，总能有口饭吃。可是乡下现在也吃不饱饭，以咩咩姐的身体根本吃不消，到时死了都没人管你。合着下乡也不是，不下乡也不是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当然是不下乡了，在京城毕竟好一点。咩咩姐家有背景，虽然大树倒了，但根须还在，有人想动她也不敢大动。可到了乡下就不一样了，树离了根只有死路一条。杨咩咩也有些惊讶，不得不说，王潇洒说的这些话有一定道理。当初杨父被抓走后，家里只有他自己，早都六神无主了。二叔他们怎么说，他就跟着怎么做，只能任人拿捏。那你说咩咩怎么才能留下来？简单啊，让咩咩姐嫁给我，我养她，这样她就不用发愁吃饭的问题了。哼！哎呦姐，疼疼疼，你轻点。哼，疼死你活该！我说了不准打我朋友的主意，你还打是吧？就你这样的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还敢来祸害你咩咩姐，你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？到底是亲姐，怎么难听怎么骂。姐，我真是认真的，你想想，咩咩姐一旦下乡插队，她这房子一准被二叔一家霸占，我这也是为她好，只要嫁给了我，这房子也算有我的一份了。再加上我是铁道部乘警的身份，谁也不敢再动这个房子。好啊，王潇洒。哎呦，姐，说都是谁教你的？现在心怎么这么黑？不但打我朋友的主意，还打上人家房子的主意了。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。疼疼疼，你轻点，姐，我比窦娥还晕啊！我真的只是想帮咩咩姐。就在姐弟俩吵闹时，院子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咩咩下乡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吗？好像是我二叔来了，你俩快走，我二叔不愿意别人跟我走太近。王美丽虽然不怕杨咩咩的二叔，但她不想让杨咩咩为难，当即拉着王潇洒出了屋子。只是刚出门口便被几人给堵住了。杨咩咩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吗？对不起，二叔，他们就是来看望我的朋友，他们马上走。赶紧给我滚蛋！下次再敢来，把你们腿打折！不良叔叔为了霸占侄女房子，竟然私自帮侄女报名下乡插队。赶紧给我滚蛋！下次再敢来，把你们腿打折！哎，我这小暴脾气真是叔能忍，史实可忍不了。潇洒，别冲动，那是咩咩的二叔，
姐，就他也配当咩咩姐的二叔？今天我必须帮咩咩姐讨回一个公道。我倒要问问，这个所谓的二叔凭什么送咩咩姐下乡啊？就凭我是长辈，他是晚辈，我替他签字报名下乡，天经地义。简直荒谬！咩咩姐的爸爸又不是没了，哪里用得着你这个做叔叔的来做决定？知道的你是长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惦记他家房子呢。哼，嘿，你个小兔崽子懂什么？我这是为他好，这是响应国家号召，是光荣。我呸！既然光荣，那你怎么不让自己闺女去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别想让咩咩姐下乡。以后再让我看到你骚扰她，别怪我抽你丫的！哟呵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可是杨咩咩的二叔。来，我把脸放着让你抽，你敢吗？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，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哎呦，你敢打我？你摊上事了，知道吗？你摊上大事了。小赵，你看到了，这个小王八蛋敢当着你们保卫科的面打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你快把他抓起来！同志，你涉嫌殴打他人，请你跟我走一趟。小赵说话的同时，拍了拍腰间的枪套，意思很明显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然而，王潇洒从口袋中掏出招工单，拿到了小赵面前。看清了，我可是铁路局的乘警，咩咩姐的二叔知法犯法，利用自己亲属身份替别人报名下乡，属于违法行为，被我发现了，我就有资格打他，没把他扭到我们铁路公安局，都算便宜他了。一听是铁道部的，小赵真的认真看了一眼，随即发出疑问：你这只是个招工通知单，没有报到，不算正式乘警。就算不是乘警，那咋了？普通公民也有义务和责任为人民服务，不像你，身为保卫科人员却助纣为虐。你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扭送到铁路公安局去啊？一听要被扭到铁路公安局，小赵顿时有些打怵。铁道部的人都护犊子，虽说他还没正式报到，但说到底也算是铁道部的人。我一个国营工厂的保卫科人员，完全没必要趟这趟浑水啊。那个，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也别委屈，你满心海出去打听打听，就说打你的人是刘二爷的徒弟王三，你看有没有人敢来找我麻烦？杨宝丽见保卫科的小刘都跑了，他知道今天讨不到好处了，随即被搀扶着一瘸一拐的离开了。嘿，王三，总有你不在的时候吧？这房子我要定了。王潇洒看到杨咩咩二叔的眼神，就知道他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四合院。咩咩姐，你想嫁人吗？你知道我家现在的情况，都怕跟我沾到再受影响。就算我想嫁人，估计现在也没人敢娶我。咩咩姐，我不怕受影响，我敢娶你。姐，我想娶咩咩姐，我会对她好的。你又说什么胡话？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吗？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王美丽同志，我警告你啊，现在你踹的可是一名公安同志的屁股，公安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所以你踹的是广大人民的脸。我让你贫，赶紧回家，一天天烦死个人。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如果咩咩姐的二叔真的是好心，我相信平时有咱家跟二叔家的接济，就算咩咩姐找不到工作，在城里也比下乡强得多吧？你以为咩咩姐的二叔这么殷勤的安排她下乡当知青是为了什么？那是因为咩咩姐下乡以后，这座空着的四合院不就是她二叔的了吗？平常在王美丽心里，弟弟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，根本不着调。但弟弟今天掏心掏肺一样的话，让他心里直犯嘀咕。如果真的像王潇洒说的那样，那咩咩二叔的行为不是吃绝户吗？切，丑丑一天天，你那德行人见人烦，狗见狗嫌的。你要不是我弟弟，咩咩估计都懒得搭理你。王潇洒刚才说的话，杨咩咩也都听到了。就像王潇洒说的，二叔每次上门都是劝他下乡插队，连火车票都帮他买，可就是从来没有接济过一点东西。咩咩姐，你已经被你二叔报名下乡，现在只有嫁人才有理由不下乡插队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，咱结婚后也不用同房，只是名义上的夫妻。等风头过了以后，咱们随时可以解除婚姻。杨咩咩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结婚，完全就是假结婚，也只有一肚子鬼点子的王潇洒能想到。但在这个一张挣一辈子的年代，他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。而王美丽见杨咩咩有些异动，便有心替弟弟说起好话。咩咩，其实吧，我这个弟弟平时是混账了一些，但心地还是很好的，而且他还有不少优点。优点是不多，但他有很多长处啊。算了，他就是挺混账的。潇洒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不过这次他的确也是为了帮你，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。咩咩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杨咩咩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当初跟在身后的小屁孩转眼就长成了大小伙子，脸上也没了以往的散漫，反倒多了一种成熟的男性自信，让他突然有种心安的感觉。或许嫁给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让我考虑一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潇洒便准备去铁路局报道，准备将工作给定下来。由于刚重生回来，王潇洒对这个年代记忆难免模糊，连着倒了3、4趟公交车才赶到铁路局大院。通知赵谁？同志，我是来报道的。执勤干警在确认招工名单没问题后，为王潇洒指了前往城警队办公室的路。请进。你好，张队长，我是来报道的。王潇洒，我知道你，你是刘二爷的徒弟。由于铁路城警队比较特殊，一般只接收转业军人或者警校毕业生，像王潇洒这个街溜子能进到铁路局城警队，也是张国强看在刘二爷的面子上，才勉为其难的收下的。我师父说了，
让我跟着张队长好好工作，还望张队长多多栽培。小同志有上进心是好事。你刚刚来我们铁路段，很多东西都不熟悉，回头我让火车警长给你安排一个老巡警带你。正谈话间，从外面走过一个女同志，张国强看到后把她喊了进来。小王，这是我们劳资科的赵春燕，赵科长。你好，赵科长。春燕，这是我们城警队新来的见习城警王潇洒，还得麻烦你带小王到你那办个入职手续。王潇洒一路跟随赵春燕到了劳资科，随后填了职工登记表，又带着她领取了服装与工作证。从现在开始，王潇洒就是一名正式的铁道局城警，暂定工资每个月是28元，见习期1年。王潇洒本来想着今天报到不用上班，谁知直接被拉到了西直门火车站。在王潇洒见到火车警长时，对方都没来得及交接，只匆匆说了一句让他跟着另一名同志好好负责站台治安，便赶紧上了即将发走的火车。站台执勤很清闲，主要负责疏散上下火车的人群，维持现场秩序就行。在王潇洒和另一名同事闲谈中，得知对方叫曹德胜，也是一个见习生。你听说没？咱们西直门火车线上来了一伙盗窃犯，那伙人不但盗窃技术高，而且非常狡猾。咱们城警队盯了1个多星期了都没抓到，因为这事，连铁路局的李副局长都惊动了，要求咱们西直门城警队尽快破案呢。听着曹德胜讲起那伙盗窃犯的事，王潇洒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女人的长相，而这个女人正是上一世被抓到的盗窃犯头子。上一世姐姐怕他在乡下插队无聊，经常给他邮寄些书籍和京城的报纸，也是在报纸上他看到过后期被抓住的盗窃犯，因为是个女人，长得还挺漂亮，所以王潇洒记得很清楚。正当王潇洒回忆盗窃犯详细信息时，却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。潇洒，潇洒出事了，你咩咩姐不见了。亲二叔为了霸占侄女4合院，竟然替侄女报名下乡插队，被发现后居然强行将侄女送上火车。潇洒，你咩咩姐不见了。姐，你别着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王美丽就把去找杨咩咩，发现杨咩咩家被翻得很乱，而且人不见了的事跟王潇洒说了一遍。看来应该是咩咩姐的二叔想趁咱们不注意，提前把咩咩姐送去下乡。德胜同志，我有点事，请个假。你这第1天上班就请假？这不有急事吗？领导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肚子疼，先帮我躲着点，回头请你吃饭。王潇洒推测杨咩咩去北大荒一定会从京站坐火车，因为京站是主站，运营线路比其他站多。再向票务员打听，得知京哈线今天上午只有2趟车，最早一趟是早上5点，而下趟班次时间是中午11点半。王潇洒骑上车带着王美丽一路狂奔，终于在11点15分时赶到了京站。此时许多人已经检票准备登车，而王潇洒利用自己城警的身份，顺利带着王美丽过了检票口。没想到刚到站台，就见到杨咩咩的二叔正拉着杨咩咩登车。是你？二叔知道不是王潇洒的对手，便高声呼喊起来：打人了，打人了，城警打人了，快来人啊！在二叔的呼喊下，准备登车的人也不上车了，都停下来看热闹。火车马上发车了，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听到城警的话，围观的人群立马散开，让几个城警走了进去。城警同志，这位城警打人，你们可不能因为他也是城警就包庇他啊！这位城警也有些发懵，对面这人虽然穿着城警服，但他却不认识。同志，你是哪里的？你好，同志，我是西直门火车站城警队的。城警同志，他是西直门站的，不是京站的，他打了我，你们可不能不管啊！虽说不在一个城警队，但总归都是一个铁路局管辖，那就算是同事，男人想的总得帮衬一下同志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咱是城警，对方要是没犯错，可不能随便打人。那是自然，旁边的姑娘是我未婚妻，挨打这人是我未婚妻的二叔。他二叔为了霸占我未婚妻家的房子，竟然为我未婚妻报名下乡。我未婚妻家只有他一个人，根本不符合下乡政策。他二叔却背着我强行把我未婚妻送去下乡。为了拦住他，我才冲动给了他一脚。那我懂了，这事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处理。事情我都了解清楚了，人家姑娘不符合下乡政策，就算你是他二叔，也不能强行让人家下乡啊。我说城警同志，他父亲不在身边，我是他二叔，也有权帮他做决定，更何况我是受害者，你不能看他也是城警就向着他说话，你要是这样，我要去告你的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到我们铁路局说理去，看看是你有理还是我有理。二叔瞬间哑火，看对方这态度，明摆着是要向着王潇洒。奶奶的，果然铁路局都护犊子。王潇洒，咱们这事还没完。从京站出来，王美丽跟着回了杨咩咩住的4合院，王潇洒则回去上班。下了班回到家，见母亲沈秀英正在厨房忙碌，王潇洒一把捂住了母亲的眼睛。猜猜我是谁？别捂了，知道是你这个臭小子。沈秀英扯开王潇洒的双手，当即愣在原地。这还是我家三吗？不是，你认错了，其实我是王国庆同志的私生子。混小子，你也就是随我，就你爸那大脸盘子和别人可生不出这么俊俏的儿子。对了，工资多少？没多少，基础工资28，加上各种补贴，33块钱左右。老天爷啊，这还没多少，妈在棉纺厂干了一辈子，1个月才36块钱，有时间你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你师傅。王潇洒拍了拍口袋，沈秀英立马会意，从兜里拿出5块钱，叫王潇洒给刘二爷整点好烟好酒。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干嘛？
衣服让妈稀罕稀罕还不成吗？说着，沈秀英拿着外套便出了门。他李婶这是去买菜啊？是啊，秀英，你家吃饭了吗？是啊，你问我这是谁的衣服啊？是我家潇洒的，这不今天去铁路局工作了吗？且不就是个正式工作吗？有什么好显摆的？李婶见沈秀英一脸的得意，撇撇嘴，赶紧走了。没想到李婶前脚刚走，后脚又有人来，沈秀英立马招手。哎呦，这不李大姐吗？这是去哪儿了？秀英啊，这不去市场转了一圈吗？大冷天的，你拿这个衣服站那干啥呢？对，是我家潇洒的衣服，现在当铁路乘警了，一个月工资你知道多少吗？那可是33块钱。那啥，香兰，你忙着吧，我得回家做饭了。一个月33块钱，这是见习期，转正后还要分房子呢，带集中供暖的那种。我这臭嘴搭他这茬干啥？而王潇洒则来到王美丽房间打听杨咩咩的情况。哟，这是谁家的乘警弟弟回来了？那还能是谁家的？除了王美丽的好弟弟，谁家姐姐有这个资格？切一边去，夸你2句就嘚瑟。王潇洒收起嬉皮笑脸，毕竟他还有正事要问。姐，咩咩姐那边同意了吗？算是同意了吧。我就说嘛，有老姐出马肯定没问题。你放心，老姐，等我发了工资，我给你买自行车，买手表。去，成天就会给你姐画大饼，等你买来了，我头发都白了。那不能，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。不过姐算是同意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不懂，当然是因为现在杨叔叔不在，咱们中间得有个媒人吧，不能让人直接嫁过来吧？啊，这事好办，我一会就去找我师傅。我师傅跟咩咩姐的爷爷是老相识，也算是长辈，当媒人没问题。你先别急，咱爸妈这边还没说呢，等吃饭时我先探探口风。心情大好的沈秀英为了庆祝儿子工作，特意做了一桌子菜。然而下班回家的王国庆却一脸震惊。这是干啥？不过了吗？这一顿吃完，咱们月底不得喝西北风啊？我今天心情好，你别惹我。不爱吃你可以不吃，天天伺候小的，还得伺候你老的。回到家一句好话没有，还给我摆脸色。不是，我也没说啥，关键这不年不节的不能这么造啊。你家儿子今天工作了，给他庆祝一下不行吗？你不知道今天我有多长脸，我拿着潇洒的衣服到胡同里转了一圈，李婶他们连屁都不敢放。你至于吗？都是街坊邻居的，以后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了。王国庆，你别惹我。以前我儿子没工作时候，你听听他们怎么埋汰我儿子的，我儿子凭什么被他们说？见媳妇生气了，王国庆也不敢再吭气了。咋了，老爸老妈在门外老远就听你们吵起来了？王潇洒记得很清楚，父母俩人性子都比较强势，吵了一辈子，但吵归吵地，感情还是有的。记得前世老妈去世的那天，老爸谁也不让靠近，就自己抓着老妈的手守了一夜。天亮时，老爸也跟着走了。还不是你爸，吃饭烦死了。妈，我爸又惹你了，那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让你高兴一下。现在没啥好消息能让我高兴，再往后我就盼着你找个好婆家，三儿能娶个媳妇，咱这一家子就算圆满了。那正好，我说的就是潇洒娶媳妇的事。妈，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儿媳妇？咱家三儿性子急，肯定不能再找个强势的了，不然就像我跟你爸谁都不让谁，一天天净剩吵架了。没想到老妈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上一边去，说你的事呢，就你这种性子，就得找那种温婉体贴一点的。妈，你觉得咩咩怎么样？咩咩，这是个好姑娘，这2天你想着去一趟，给她带点吃的，这孩子太命苦了。呀，这10块钱你带给咩咩，当年你杨叔叔对我们可不错，现在他家落难了，咱能帮一把是一把。见到父母都这么挂念杨咩咩，王美丽心里算是有底了。爸妈，既然你们这么关心咩咩，干脆让潇洒娶了咩咩算了。你可别乱点鸳鸯谱，你杨叔叔是当大官的，虽然现在落难了，但咩咩那姑娘长得多好看，这个臭小子哪能配得上人家啊？妈，嫁给我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儿子也不差。三儿，你杨叔对咱们不薄，咱可不能干那恩将仇报的事。在外人眼里，谁要说儿子不是，沈秀英都能跟人吵起来，但儿子实际上什么样，他心里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但是人家咩咩已经同意了。同意啥了？给你家三儿当老婆啊？你不是为了哄我开心，故意拿话哄我呢吧？杨咩咩是沈秀英看着长大的，从小就知书达理、善良孝顺。沈秀英做梦都想着杨咩咩能做她儿媳妇。妈，潇洒说这话你可以不信，我说话你还不信啊？王潇洒，是不是你又招惹你咩咩姐了？你杨叔叔的女儿你也敢招惹，反了你了？大，我没有。爸，你别激动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咩咩家现在挺困难的，嫁到咱家生活上不也是能好点？困难我当然知道，这不是让你拿钱接济一下吗？实在不行也可以来咱家吃住，我把她当女儿养。爸，咩咩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平白无故的来咱家，她会觉得对咱家有影响，而且现在街道办非要让她下乡插队，现在只有嫁给潇洒才能护住咩咩。那倒也是，我祖上3代贫农，根正苗红的，尿都比他们血红。那这么说，爸你是同意了？这不是我同不同意的问题，关键在于人家咩咩同不同意。
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咩咩已经同意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们说咩咩嫁给潇洒。他有没有提什么要求？咱们该满足就满足，千万别寒了人家的心。那倒也没咋说，就是咱这边得找媒人。找，那肯定找，就找刘二爷。三儿还有心情吃呢，赶紧买点东西去看你师傅去。吃完饭，王潇洒从副食店买上烟酒，随后去找了刘二爷。刘二爷住在一片老旧的棚户区，从解放前就存在了，环境很差，住的什么人都有，鱼龙混杂。王潇洒说过好几次让他搬去四合院，但这老头死犟的就是不愿搬走。老头，你最优秀的徒弟来看你了。王潇洒刚进屋就见一个茶缸砸了过来。你给我滚！我没你这个徒弟！你给我滚！我没你这个徒弟！师傅，你发这么大火干啥？哪个老太太又惹你了？刘二爷站在门口瞪着眼，别看老头今年70岁了，身体非常的硬朗。还谁惹我？除了你这个小王八蛋，还能有谁？我问你，我怎么听说你把招工名额送人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劝你以后少听人瞎嚼舌根子，会影响咱师徒俩的感情的。王潇洒赶忙将身上的工作证掏出来，还没等刘二爷看清，就又被王潇洒收了起来。你一个文盲又看不懂，还是看看你的好徒儿给你带的烟酒吧。哼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铁道部多好的单位，我是舍了多大的面子才帮你搞到的，以后给我好好干。他铁道部再牛也没有您刘二爷牛啊，全4、9成的老炮儿见了您，哪个不得给您刘二爷一个面子？哈，你呀，就剩这张嘴了。说吧，今天过来有啥事？没啥事啊，就是来看看您老人家。你可算求吧，哪次不是在外面惹了祸才知道往我这儿跑？嗨嗨，还是师傅了解我，不过这次是喜事，我想让师傅帮我提一门亲事。你聊了那么多姑娘，我就这一张嘴，你说说先让我去哪家提？乔师傅说的，我哪有那么花心？这次就一个人，你认识杨妹妹？哟呵，你臭小子可以呀！杨老狗的孙女你也给搞到手了。杨老狗是杨咩咩爷爷的外号，因为两人关系不错，互相喊老狗叫着玩。师傅，一大把年纪了，文明点，我们是真心相爱。你这小子，杨老狗要是知道你娶了他宝贝孙女，一准从棺材里爬出来揍你。那我也不怕他，有师傅在，那他爷爷打狗也得看主人。打住你小子，少给我戴高帽。正所谓成家立业，先成家才能立业嘛。你这混小子是该找个人管管了。也罢，明天上午我就帮你跑一趟。第二天上午，师徒俩分头行动。刘二爷去找杨咩咩去说亲，王潇洒则是去了队里找张队长请假，顺便开一张介绍信。